泡木耳切记不要只用清水，今天教你内行人泡发方法，5分钟就泡发木耳，又大又干净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当然，想要泡出好木耳，挑选是基础。选木耳时一要看外观，优质新鲜的黑木耳颜色不会过于深，因为过于深则意味着无法吸收光线，也就是说，这种木耳极有可能存活时间较长，吸收自然营养物质过多，也会鱼龙混杂，有许多其他物质。优质黑木耳通常正面是黑色的，有一定的光泽感，而背面则是较为灰惨淡的颜色。二要质地观察，挑选直接可食用的干燥黑木耳时，可以用手去捏一捏，好的品质都会比较硬，由于以前经历过高温灭菌消毒处理呢，会使其变硬。如果捏起来比较软，掰不断，那就说明那肯定不新鲜，之前可能存放了极长时间。木耳好吃，但一定要会泡。很多人有把木耳放进冷水里泡一整晚，且一次泡很多，多出来的部分冷藏分几次吃的习惯。若你也这样做，最好改正。经常吃长时间浸泡的木耳和隔夜木耳对身体不利。正确浸泡方法如下：第一步，按需取量，根据食用量取木耳，避免泡发过多造成浪费或需冷藏。留存。第二步，不要一来就加水浸泡，先将蒸锅水烧开，把需浸泡的木耳放入蒸锅中，大火蒸2分钟。蒸至可使木耳纤维初步软化，加速后续泡发时的吸水速度，缩短泡发时间，且能让泡发后的木耳更饱满，口感更脆嫩。蒸至木耳微微变软，边缘略舒展即可取出。第三步，将蒸好的木耳放入可密封的容器中，接着往处理好的木耳中呢，加入1勺白糖、1瓶盖白醋、1勺面粉，再倒入40到50度的温水。冷水泡发需数小时，且易滋生细菌，热水则会破坏木耳多糖等营养成分。40到50度的温水既能激活食材特性，又不损伤营养。盖上盖子，用力摇晃容器5分钟左右。白糖的作用，白糖呢能渗透木耳细胞，加速吸水膨胀，同时提升泡发木耳的软嫩口感，避免久泡后的僵硬感。白醋的作用，酸性环境呢可分解木耳表面杂质和部分微生物，还能软化木耳纤维，让泡发后的木耳更爽脆，且淡淡酸味会在后续烹饪中挥发，不影响菜品味道。面粉的作用，面粉颗粒具有吸附性，能深入木耳褶皱缝隙，粘附灰尘、泥沙等杂质，相当于天然清洁剂，比单纯水洗更干净。我们用力摇晃，通过外力加速食材与调料的混合，让白糖、白醋、面粉更均匀地接触木耳，同时利用水流冲击和容器内壁摩擦，辅助清洁和泡发。5分钟即可让木耳充分膨胀。5分钟后打开盖子，可见木耳已经发至原本体积的5到6倍，满满一盆，状态饱满肥厚，柔软有弹性，褶皱舒展但不软烂，用手轻捏无阴芯，表面杂质随面粉絮状物浮于水中，清洗后即可烹饪，省时又干净。接下来把泡发好的木耳放入清水中进行漂洗，轻轻搅拌，让附着在木耳表面的褶皱和面粉中的絮状物、杂质随水流脱落，重复漂洗2到3次，直至水质清澈透亮，无悬浮物和浑浊感。此时木耳已彻底清洁干净。清洗干净的木耳控水捞出，装入容器中。只见每一朵木耳都饱满如小云朵，用手轻捏富有弹性，
指尖能感受到肉质的厚实与韧性，轻轻撕开一朵，可见内部肉质纹理细腻紧密，呈半胶质状，透着水润的质感，没有硬性或干瘪的部分。这样泡发的好处显而易见，高效省时，从蒸制到摇晃泡发仅需10分钟左右，比传统冷水泡发节省80%以上的时间，无需漫长等待，干净彻底。褶皱里的泥沙、灰尘被彻底带出，漂洗后水质清澈无残留，再也不用吃沙。接下来取一把新鲜的香菜，切成2厘米左右的小段，装入盘中备用。几瓣大蒜去皮后用刀背拍拍，剁成细腻的蒜末，将蒜末装入小碗。取一把小米椒，洗净后切成细细的圆圈。往碗中加入1勺白芝麻，随即浇上1勺滚烫的热油，接着调味，加入1勺食盐、少许的鸡精提鲜，1勺生抽提味，1勺香醋点睛，再加入少许的白糖提味。勺子在碗中快速搅拌，料汁逐渐融合，光是闻着便让人忍不住咽口水。接下来处理木耳，锅中烧1大锅水，大火煮沸后放入泡发好的木耳，同时加入1勺食盐。焯水是为了进一步杀菌消毒，确保食品安全，同时让木耳的口感更爽脆。食盐不仅能给木耳初步底味，还能让木耳在热水中保持形态，避免过度软烂。水再次沸腾后计时，焯水1到2分钟即可。此时木耳在沸水中轻轻翻滚，变得更加的通透饱满。迅速将木耳控水捞出，立即投入冰水中过凉。热胀冷缩的原理让木耳的纤维瞬间收紧，口感更脆嫩弹牙，且能锁住水分，避免营养流失。待木耳彻底凉透后，沥干水分放入大碗中，倒入调好的料汁，撒上香菜段，戴上一次性手套轻轻抓拌，让每一朵木耳都裹满料汁。装入盘中，美味极成。这道凉拌木耳的味道层次丰富极了，入口时木耳脆嫩弹牙，紧跟着酸辣鲜香的料汁如浪潮般涌来，夏日里吃起来格外的清爽解腻，开胃又下饭。注意，泡发好的木耳若暂时不吃可冷藏，但不要超过24小时，且再次使用前需要检查是否有黏滑、异味等变质的迹象哦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若还想了解更多美食制作，欢迎关注频道，会持续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